同学你好，我们今天呢继续学习摄影艺术创作的有关的知识。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如何突出画面当中成像面积比较小的景物，也就是间接突出主体。那么主体呢，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讲到，它是画面当中主要的被摄对象是主题的主要的体现者。那么突出主体的方法，其实呢我们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方法呢叫做直接突出主体。也就是说呢，主体在画面当中成像面积比较大，比方说你要拍我我的这张脸占据了画面当中80%的面积，那我呢肯定是很突出的。单纯靠把主体拍大了，使它在画面当中突出出来，这种方法大家可以说不用学就会。所以呢，直接突出主体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讲。我们主要给大家讲如何把一个面积不大的主体在画面当中给突出出来。那么间接突出主体就是指主体在画面当中呈现面积比较小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一些摄影的手段和方法，使这个比较小的景物在画面当中成为引人注目的非常突出的这样一个点。那么要想突出面积比较小的景物，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黑白对比、明暗对比的这样的方法。明暗对比的方法呢，无非是分两种，一种是大面积明衬小面积暗，一种是大面积暗衬小面积明在这两种方法当中都是谁小谁突出这是符合格式塔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视觉现象。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一个明暗对比突出面积小的主体的这样一个例子。在这样的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特它的面积是小的，它在画面当中占的面积只有几十分之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样一束追光使它的区域是亮的，而画面当中大部分区域呢是相对比较暗的，所以说呢，尽管它的面积比较小，但它依然会被突出出来。那么突出面积比较小的主体的第二种方法我们叫做这个可以利用色彩对比。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万绿丛中一点红，那么大家都知道万绿丛一点红呢，肯定红的面积比较小，但是红呢依然是画面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这样的部分，红是被突出出来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例子，大家一看都知道，这是来自于张艺谋的著名的电影《英雄》。《英雄》里边最经典的段落，张曼玉和章子怡在这个内蒙胡杨林的这个场景当中打斗的开场的画面。那么这个画面呢，尽管不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万黄丛中一点红，但是这个红呢，因为和周围的色彩有明显的对比，它依然会被突出出来主体面积尽管小，但它还是被突出出来。那么突出面积比较小的主体的第三种方法，我们可以利用线条引导人的视线来突出面积小的事物。我们看这张画面，这张画面里边，我问大家，现在你的注意力已经主要集中在哪个点？你的注意力一定是已经落到了那个人的身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在画面当中的面积很小，但是我们的注意力为什么很快就到人那儿去了呢？因为画面当中从构成角度来讲，有明显的线条的力量在引导，甚至在限制我们的视线往这个人的位置去走。那么两边的房子，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画面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两边的房子又大又亮，色彩又鲜艳而中间这个人呢，他的面积又小又没有色彩，又没有光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在两边的房子抽象完了以后，就是两条线的作用之下，我们的注意力呢会往人的地方会汇聚两边的房子其实形成了两条汇聚线我们的注意力会顺着它向这个人的地方去。所以尽管这个人的面积很小，但它会被突出出来。突出面积比较小的景物的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利用框架性的前景景物。框架性前景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专门去讲，在这儿简单提一句，画面当中有了这种前景以后，就仿佛我们是在透过一扇窗户向后看。那么窗户的四面的边框一定会起到约束和集中我们注意力的作用。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前景是红棉树的树枝，透过这个树枝的中间的缺口，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江面上的一只帆船。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说前景的红棉树枝就已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框架，它使我们的注意力透过这个框架集中到后边的这个帆船上。
啊。如果没有这个前景的红棉树枝的话，周围的江面空白一大片啊，可能我们的注意力会在四周会分散。突出面积比较小的主体的这个第5种方法啊，我们可以采用动静对比的方法。我们拍摄一个场景当中，大部分都不动，少部分的被摄对象在里边动啊，这个动的景物呢就容易被突出出来啊。那么反过来啊，大多数都在动，少部分它不动，那个不动的部分也会被突出出来。在影视摄影当中啊，利用动静对比突出面积比较小的主体是比较常用的方法。那么突出面积比较小的景物的主体的一个最后一种方法啊，我们还可以利用运动对比的方法。比方说，大多数都在由左向右来，少部分呢由右向左去，我们会一定注意那个小的部分。那么大多数都在匀速运动啊，少部分在中间呢变速运动，我们一定会注意那个变速运动的景物。这都是我们很正常的一种视觉心理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们说，运动方向、运动速度、运动轨迹的这样的对比，可以使我们很好的去突出面积比较小的主体景物。面积比较小的主体在画面当中，往往可以起到一个视觉支点的作用。那么所谓的支点呢，是指我们在拍摄一种大景别、大场面画面的时候，拍这种画面，因为包含的景物比较多啊，取景范围比较大，这种画面往往容易出现这个画面比较散乱的这种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人们往往会在画面当中会选择和设置一些小的，但是能够起到视觉中心的作用的这样的景物。那么这种景物呢，就被人们叫做支点。那么支点在画面当中往往是起到结构画面、统帅全局的作用。啊，这个概念我们说起来呢，好像很抽象啊。我们看例子就很简单。我们来看这幅画面，这幅画面呢叫做《长江万里图》，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拍摄的作品。这样的画面，大家一看就知道画面的支点在哪里呢？就是那只小船。这幅画面当中，如果没有这一艘小船的话，我们再看那个画面，我们就会觉得整个画面会非常的空。有了这个小船以后，我们的视线会有了一个视觉的支撑点，而且我们也有了一个判断画面景别大小的这样一个参照物，整体画面也会有了一点点生气。同样的，我们看这张画面，这张画面拍摄于北京郊区的一个明清时期的古村落，叫做窜底下村儿。那么这个村儿呢，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旅游的热点的这样一个村落了啊。拍摄这个村落的一个比较这个全景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山路上的几个人就是画面的支点。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同样是这个画面，如果没有这几个人，我们再看这个画面，在感受上就会有明显的差别，就会有一种空寂的那种感觉。有了这几个人在画面当中，画面会显得更有生气，更有活力。那么当然呢，支点在画面当中有的时候呢，并不一定和主题有什么紧密的结合，它有些时候呢就是单独的一种形式构成上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啊，起到单独的形式构成的这样一种作用。大家看这张画面，这张画面的支点主要我们可以看作就是那棵树，有一个妇女在抱着的那棵树啊。这张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广角镜头，给画面的造型效果带来明显的变形的。如果没有这棵树，画面就容易显得比较突兀，而且画面的右侧呢容易显得比较重，整体画面会失去均衡。在这样的画面当中，主体对主题的表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它只是起到一个结构画面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好，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是间接突出主体的具体方法，也就是如何突出面积比较小的这样的主体对象。第一种，我们可以利用明暗对比的方法；第二种，利用色彩对比的方法；第三种，可以利用线条引导人的视线突出主体；第四种，可以利用框架性的前景；第五种，可以利用动静对比；第六种，可以利用运动对比。在这一节的最后呢，我们还给大家讲了一个支点的概念啊，支点它可以起到结构画面、统帅全局的作用。以后大家在拍摄
大景别画面的时候，要有意识的选择或者是设置支点。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